痛苦和迷惘，知易行难，平静后也不例外。你要想获得他对你的依赖，就要为他排忧解难。那平静后的痛苦是什么？这就关乎到那个已经从庄家消失的人了。沈婉是庄如隐父亲旧部的女儿，和庄如隐从小青梅竹马。但为了重振庄家，庄如隐放弃了沈婉，娶了礼部尚书蒋进的女儿蒋襄，从此平步青云，建功立业。武和35年，他在东夏遭遇大败，皇上要他驻守边关。蒋襄不愿跟他吃苦，带着庄知府留在京城。站住！边境苦寒，而有一个人在他荒凉的生命里出现了，那就是沈婉。沈婉多年未嫁，来到边关照看受伤的父亲，终于与庄如隐重逢。两人在边关厮守，并诞下爱子庄之行。庄之行5岁时，朝廷决定再次发兵东夏，庄如隐领命做了前锋。这一次，他大胜东夏，一雪前耻。但就在他名声大振、立下不世之功时，一个不速之客来到了边境。蒋襄带着庄知府来找他，他要与庄如隐重修旧好。庄如隐陷入两难。他一心要做出比父亲更大的功绩，若是冷落了蒋襄，就会得罪当时位高权重的蒋进。可是怎能再次辜负沈婉？就在他左右为难之际，沈婉站了出来，他主动把庄如隐身边的位置还给了蒋襄，而庄如隐没有拒绝。此后，庄如隐终于得偿所愿，封侯拜将，一时间权倾朝野。他自认为可以一碗水端平，不让沈婉受一点委屈，但他小看了蒋襄的野心和手段。你既然在朝堂之上身兼要职，还是要以仕途为重，家里的事情就都交给香儿操持吧。蒋襄一点一点离间了他和沈婉，最终让庄如隐相信沈婉红杏出墙，在他的默许下，毒杀了他。我不要你走啊！我求你了，我求你，大恩如大仇，没有人愿意背负你一生的恩情。长久无法偿还的恩情，最后不是变得心安理得，就是变成了怨恨。这天下间，通常都是自私的人活得更加快乐，但他为什么唯独解不开这个结呢？哎，他究竟是放不下当年的沈婉，还是愧对曾经意气风发的自己？谁也说不清楚了。所以他不愿意分一点父爱给庄之行。
因为他一旦见到他，就会想起曾经卑劣的自己。这种痛苦越是隐藏，扎根越深。哪个强者愿意自己内心有这样的弱点呢？侯爷，您找我。知道为何让你来这儿吗？小人知道这儿是二公子小时候住的地方。侯爷让小人来这里，是因为之前小人说的关于二公子的那些话吗？知行这个孩子，本侯以前很疼爱他。只是后来，他与本侯日渐疏远，而这些年，本侯待他，确实不如知府。知行成了没出息的儿子，本侯是不是也有错？侯爷乃一家之主，遮风挡雨，怎会有错？小人只是在想，外面满园赏心悦目的牡丹，可侯爷却独独来到了这里。本侯以前认识一个穷花匠，以种梅为生，梅花价廉，时间久了就越来越清贫，甚至不够养活自己。后来他发现世人甚爱牡丹，价格自然高昂，他改种牡丹，过上了丰衣足食的日子。可他告诉本侯，他更钟爱、更愿意栽培的还是梅花。但为时已晚，花圃里的梅花因无人照料，都枯死了。既然有传言称，万灵密阁是猫灵潜藏之禁地，继左翼现身后，破红魔必会渡门凭记。此刻他或许就藏于那荒诞不经的密阁之中，倒也有几分道理。那莫欣姐姐怎么办？莫欣姑娘已然遇难，回天乏术。我们找打软之后，再回司徒家，向他们告知莫欣姑娘的悲讯吧。也只能如此了。走。哎，鞭子，好像是阿仁姐姐的鞭子。包大哥，看样子昨晚阿软她一定来过密阁。走吧，大家小心。阿软，阿软，阿仁姐姐，阿软。你果然藏在这儿，本少侠倒要看看你究竟是人还是魔。你。阿软，阿软，
会是白姑娘？阿软姐姐，阿软，阿软！脉息如常，应该只是昏迷而已。阿软，阿软，阿软！展昭包拯，怎么会是你们？这是在何处？这里是万灵秘阁啊！万灵秘阁。我本应该在祭坛看守白骨，为何会在万灵秘阁？方才我们去祭坛寻你不见，便来万灵秘阁碰碰运气。待发现你时，你已不省人事了。阿软，你还记得昨夜在祭坛发生了什么吗？昨夜，你是否在祭坛见到司徒莫心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昨夜我赶到祭坛之后不久，便见司徒莫心忽然被焚于棺柩之中。司徒莫心。这之后的事，我便一无所知了。如你所见，司徒莫心是自愿藏在棺柩里的。关你起火时，一定是破狐魔偷袭了阿软姐姐，而后将她移身于万灵秘阁中。都怪我，早知道昨天晚上我应该和阿软姐姐一起去祭坛。这怎么能怪你呢？是我自己一时疏忽，好在只是昏厥而已。啊，对了，祭坛现在是何情况？昨夜一场秋雨，算是保住了棺柩，但司徒莫心终是丧于祭坛。我们还是先回司徒家，向族长禀明莫心姑娘遇难的消息吧。好，走吧。啊，我没事。包公子，你可算回来了，我都担心死了。你身体还未痊愈，万一病情加重，可如何是好？我真怕你们不辞而别，但瞧着你们的行李仍在房中，就一直在这里等着你。你们回来，有劳姑娘挂念。秋夕暂凉，你就一步不离的在院中干等吗？是啊，也不知道妹妹跑哪里去了，到现在还没有做午饭。唉，她回来呀，少不了又要挨一顿骂。白姐姐，为何做此打扮？你们这是怎么了？我知道莫心姑娘在何处，等我们稍作整理之后，一起去见令尊和令堂。好吧，那我去正厅等你们。
走吧。死了！一定是猫灵诅咒显灵了。之前我就说过，进入万灵密阁会触怒妖灵。娘，司徒莫西一定是被猫灵附了身，所以才会诡异而亡的。娘，您别乱说。包公子他们进的万灵密阁与妹妹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懂什么？妖灵一旦被触怒，说不定就会殃及无辜。万一破红魔杀一个不够，怎么办？娘，娘。当年老娘要是不嫁入破灵阵，哪里会平白遭这些罪啊！娘，行了，还嫌不够乱啊！夫人莫怕，我推测此事并非猫灵作怪。都是你们！要不是你们擅闯万灵密阁，怎么会突然出人命？破了哥，没事吧？你干什么呀你？老娘的命好苦啊！你这泼妇，莫不是喝了假酒？怎么说撒疯就撒疯？包公子，你没事吧？啊！我阿哥有没有事，还不是你娘下一巴掌的事啊！娘，你可别再闹了。司徒夫人说是猫灵作祟，证据呢？焉知不是有人假借猫灵之名害人？一切尚未查清，族长便任由尊夫人羞辱身负功名之人，不妥吧？剑内一时惊惧，行为无状。老夫代他向包公子致歉。但你们赖这儿不走，那这一巴掌是你们自讨苦吃。哎，你若是等到哪一天自寻死路时，阎王爷可不吃这一套。族长言之有理，是我等冒犯在先。你等昨日来镇，不多时，便有命案发生。以老夫之见，莫心之死必与你们有关系。包拯，包大哥，你没事吧？怎么了？展昭，展昭怎么了？突然痛。怎么会这样？展昭，阿昭，还有什么症状？恶心，呼吸不畅。
们装病这一招没用。包公子怎么可能是装病？你看他疼的脸都白了几分。他们是中毒了。中毒，中毒啊！肯定是早膳有毒。这不可能！先别说这些了，多罗，快去请梅娘过来。好。你们休想在老夫眼皮子底下耍滑头。待诊过病后，咱们新账旧账一起算。阿成，坐，来，坐，还好吧？哎，多罗姐姐，你干什么去啊？包公子他们中毒了，我着急去请梅娘。白姑娘怎么样？她没事吧？白姐姐没事儿，最严重的是展昭。人命要紧，你快去吧。好。哎呀，白姑娘没事吧？白姑娘怎么样了？这要是病在白姑娘身，可不得痛在我表兄心啊！别胡说，有的还会胡想呢。哎，你去哪儿？去看展昭啊，你不去吗？去看看也行。赵大哥，我是不是要死了呀？啊！我要死了！我还没活够呢。展少侠怎么还哭上了呢？快扶我起来！我再吃两斤核桃。躺着吧。哎，看你闲的，没事吓他干嘛呀？哼，展少侠放心，你们若是有性命之忧，在下岂能如此淡然？你怎么能骗人呢你？你可是潇洒不羁的展少侠，不应该都是生死由天，爱恨随心吗？怎么随随便便就被吓哭啦？请叫我谦虚谨慎展少侠。你们现在感觉怎么样了？哎，你这个女人，怎么进来不敲门啊？吼得这么中气十足，我看你是没事儿了。哎，梅娘到了吗？还没呢。奇怪，如果是早膳有毒，为什么只有你们两个中毒，而其他人没事？不，菜里一定有毒，但不是所有菜都有毒。今天的早膳除了馒头和粥，一共有4道菜，有红烧肉、肉丸子、芹菜和竹笋。我尝了一点肉丸子，还吃了红烧肉和竹笋，没有碰芹菜。南天竺也一向不喜欢吃芹菜。的确，我早上食不还胃，只喝了1碗粥。我最喜欢吃芹菜了，吃它吃的最多。看来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。我们4个人里面，属展昭吃芹菜吃的最多，所以他中毒最深。中毒的人都食过芹菜。展昭，你没事吧？哎，陶艺来了。哎呀，
没事还好吗？哎呀，你们真是多灾多难啊！怎么见天就中毒呢？什么话这是？表弟无状，诸位莫怪。无妨。路上听多罗姑娘说几位中毒了，所以过来看看，不知情况如何。哦，包君中毒不深，现在已经好多了。展少侠嘛，略严重一些，不过尚无性命之忧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听着不像什么大毛病。来，吃我一粒祖传的糖墩儿，保准你明儿个就能活蹦乱跳的。什么东西啊？我不吃。尝尝吧。哎，咋样？哎，你别说，这东西还怪好吃呢。诸位好端端的，怎么突然中毒了呢？包拯怀疑是早膳的芹菜有毒。芹菜？芹菜？芹菜怎么会有毒呢？欲知真相，一验便知啊。早膳刚用过不久，事不宜迟，不如现在就去。哎，我也去。啊！哎呀，疼啊！疼死我了！梅娘怎么还不来啊？只怕我还没被毒死，先被活活给疼死了。哦，你们先去，我留下来陪展昭。如此甚好，那便多谢了。照顾好。哎，小桃子，把你祖传的糖墩再给我一个。给，舔着舔着就不疼了。明儿啊，你带我去镇子外买去。好。真好吃，真甜。等着咱们去镇外多买些，到时候我请你吃。都听你的。吃，快点吃，再不吃剁了你！吃不吃？刀下留人！快点吃啊！原来你在玩老鼠啊！我没有玩老鼠。能得多罗姑娘一晌垂青，这老鼠可真是三生有幸啊！多罗姑娘，这是在做什么？唉，我刚从梅娘家回来，我爹不让我去看你们，所以我就想来厨房看看到底是哪个菜有毒。梅娘呢？她随后就到。我刚才拿银针把这些菜都试了一个遍，并没有发现问题，所以就抓只老鼠来试试。不用试了，我哥哥都已经猜到是哪道菜有毒了。包公子真厉害，这些菜还没有倒掉，你快过来看看。其实，在下更擅长辨别毒物。我自13岁起，便师从京城第一女毒师。于在下而言，这等毒招不过是雕虫小技。谁是京城第一女毒师啊？就你来刨根问底，说了你也不知道吗？如此说来，赵公子不仅长于辨毒，亦擅长下毒喽。都可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腻歪，快！果然如此。有什么问题？这道菜里掺了一些毒芹。毒芹？毒芹与水芹相似，其叶却比普通芹菜狭长，有剧毒，人食之很快便会毒发。中毒后胸闷、头晕、呕吐，严重者毒发1克左右便会毙命。那展昭岂不是危险了？哎呀，要没命早没了。也不知道他实际吃了多少，
咱们还是要尽快给他解毒。这好好的菜里，怎会有毒芹？我也不知道，之前的菜中从未出现过毒芹，因为莫心妹妹每晚都会将翌日用的菜提前准备好，我今早来便顺手取用，不成想，却害了你们。暴君如何？没事。多罗姑娘也是一片好意嘛，不知者无罪。哎，梅娘和欧小郎来了。我们快去和他们一起看看展昭吧。我跟你们一起去。方才已经验过，他们二人是食了毒芹。毒芹？我还是头一回听说破灵镇有人误食毒芹。吃下多久了？不到1个时辰。解毒丸。包公子也快服下解毒丸。毒芹之毒不亚于断肠草，重者顷刻毙命。展少侠虽然中毒颇深，但幸亏他内功深厚，服过解毒丸之后，调养几日，便无大碍了。那包大哥怎么样？包公子昨日刚中奇毒，今日又食下毒物，虽所食不多，但毕竟身子非习武之人，还须得调养数日。我先回去抓药，稍后便让阿南送过来。有劳梅神医。关于煎药的法子，我会与莫心说明。只是今日怎么不见他呀？昨夜，莫心妹妹在祭坛不幸遇险，已经亡故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其中详情尚待调查，现在我们也是一头雾水。他的尸体还在祭坛吗？嗯。既然二位已无大碍，那在下就不打扰几位了，告辞。节哀顺变，莫要伤心，伤坏了身子。嗯。多罗姑娘，如果有用得上在下的地方，尽管说话，照顾好自己。走。啊？走了。啊，展昭，你没事来找我玩啊？好嘞。多罗姑娘可知，莫心姑娘为何会做这道菜？因为我爹喜欢吃芹菜，所以每日早餐必定会有芹菜。芹菜从何而来？都是从自家菜园摘的。毒芹多生于湿地，并不算常见，且在未烹熟之前全株有臭味。你在做菜的时候就没发现什么异常？没有，我做菜的时候没有闻到。
那破灵阵附近是否有湿地？我听我爹说过，破灵阵附近有一片荒境，叫幽灵沼泽，那地方十分偏僻，而且危险重重，不知有多少亡魂都葬在了那里，所以根本没有人靠近。你们这儿可真够神神叨叨的，一会儿是猫灵诅咒，一会儿又是什么幽灵沼泽，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误闯了阎罗殿呢。我们这里不是阎罗殿，不过我们吃人呢。你今天早上吃的肉丸就是人肉做的，那些死去的冤灵都被镇压在万灵密阁里，所以啊，才会常常发生诡异之事。我才不信。对了，包公子，这是你要的破灵阵的地图。哦，那就多谢多罗姑娘了。叫多罗姑娘也太见外了，不如我叫你包大哥，你叫我多罗吧。好的，多罗。包大哥，你体内仍有余毒，需好生休养，我这就去给你煲汤。多谢。多罗，等会儿见。包大哥。哎。包大哥。哎。你们先前不还说是好姐妹吗？怎么突然说翻脸就翻脸？你和她才是好姐妹，你全师门都和她是好姐妹啊！我哪句招惹你了？切，这破地图是用脚画的吧？你找来这么简陋的地图是？你想去幽灵沼泽？或许等我们到了那里，就能找到关于司徒莫心的线索了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里应该就是幽灵沼泽了。时不我待，那我们赶紧动身吧。好，走吧。哎，等等我，我也去。